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美国重大泄密事件疑云。这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机密文件泄露事件，看起来有了最新进展，嫌疑人被抓到了。据美国多家媒体13日报道，前几天泄露了乌克兰春季大反攻、美国对待俄乌战争、对华关系等等机密资料的嫌疑人被抓获了。涉嫌泄露五角大楼高度机密文件的人是21岁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队员杰克·特谢拉，现在已经被捕。报道还称，他目前手头还掌握有大约300张机密文件的照片，其中大部分尚未公开。但我非常奇怪的是3大问题：第一，这个特谢拉不过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02情报联队服役的一名士兵，去年7月才晋升为1等兵，怎么可能拿到那么多的机密资料呢？且不说军队内部对保密资料的严格管理，哪怕是只要在政府体制内，甚至是大一点的公司内干过的人都知道，机密资料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。不属于自己工作范围内的机密资料是很难接触得到的，更何况他才是一名军阶很低的士兵。我们可以说，这一类信息除了在核心部门和关联的职能部门军官，其余的人哪怕是将军级的将领也掌握不了。第二，美国的地区国民警卫队在美国简称联邦民兵，其地位甚至连我国的预备役部队的地位都不如。虽然此人在情报联队服役，但情报单位的保密制度非常严格，权限非常有限，仅限于收集整理和上报所属地区的情报信息，甚至都不能分享其他情报联队的情报信息。美国国防部关于乌克兰春季大反攻、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等等这一类美国国防部才能掌握的文件，是不可能传达给他所在的这一类级别的单位的。第三，特谢拉被捕的地点显然位于军营内，为什么他被捕的画面也显示和报道出来了？这一系列情况归纳起来，很大的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故意泄露的假情报，也就是说，美国国防部故意制作了一批文件，然后采用钓鱼的方式让他人拿到，泄露出去以后迷惑对手做出错误决策。这一点曾经有过很经典的例证。二战时期，盟军计划在诺曼底组织登陆，但为了迷惑德军，展开了一系列的假情报迷惑手段，其中就包括找到一具尸体，穿上美军军官服装，身上装有盟军要从诺曼底登陆的假文件，然后按照洋流的流向，故意将其飘到德军控制的海岸线。德军拿到这个文件后，反而认为这是盟军的欺骗战略，不屑一顾，更加坚信盟军将从渡海距离更近的加奈方向登陆。但结果，盟军就是从诺曼底方向登陆了。因此，美国这一波机密情报泄露绝对是一次情报迷惑战，其内容显然是有真有假，因为这样才能让人感觉有可信度，才能达到迷惑对手的目的。而这个泄密的特谢拉，要么是被钓鱼的人，要么是被美国安排的人，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俄罗斯一定会被迷惑。比如乌克兰准备了20万大军、数万台重型装备，将进行春季大反攻，是不是真的？该不该暂缓攻势部署，应对乌军春季大反攻呢？如果不管，万一这又是真的呢？但如果真暂缓进攻，结果乌军却没有什么春季大反攻呢？岂不是耽误了自己的作战行动？总之，美国是一贯的情报战高手，从二战时期开始就具备了相当的水平，这一点我们还是需要实事求是的认可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